第116章飞行斗技鹰之翼。拿着钥匙来到石桌之前，萧炎再次摸了摸那泛着温热的金属锁，偏过头望着那已经将药草完全挖掘起来的小医仙，笑道：快过来吧，免得我私自打开了会被你说成想独吞，算你还有点良心。皱了皱翘鼻，小医仙抱着怀中10多个小瓶子，然后将之放在石桌之上，最后有些恋恋不舍地从中挑出6个玉瓶，递向萧炎：诺，这些是你的。笑着接过玉瓶，萧炎瞟了一眼，便是收进了纳戒之中。反正冰灵燕草已经到手，其他的一些药草虽然珍惜，可对现在的他却没多大的用处。冲着小医仙扬了扬手中的3枚黑色钥匙，萧炎笑了笑：那我打开喽。开吧。白了萧炎一眼，小医仙迅速地将玉瓶收进怀中，顿时纤细的柳腰变得丰满了许多。望着食盒，萧炎舔了舔嘴唇，随意地从3枚钥匙中选出一个，然后抓起锁孔，小心翼翼地探了进去。不是这个，钥匙只探了半点距离，便是被阻拦了下来。萧炎耸了耸肩，将之抽出，再次换了另外1枚钥匙。又错。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萧炎紧紧地握着最后一把钥匙，再次将之插进锁孔之中，然后谨慎地缓缓移动着。望着那越探越深的钥匙，萧炎与小医仙都是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。空荡的石室之内，只有着钥匙在金属锁孔中移动时而发出的细微声响。咔！骤然间在石室内响起的轻微脆响声，让得萧炎手掌凝固而下。打开了。望着那弹射而回的金属扣，萧炎松了一口气，笑道：快打开吧。小医仙也是脸颊含喜，有些迫不及待地催促道。萧炎白了一眼急切的小医仙，却是拉着他退后了几步，手掌微曲，然后猛然击出，一股强猛的劲气自掌心中喷薄而出，将那食盒的盖子掀了起来。盖子掀开，萧炎等待了片刻，见到并未有什么反应之后，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对着一旁双臂抱在胸口，冷眼望着自己的小医仙耸了耸肩，小心点没坏处。若是把你丢在魔兽山脉，我想你一定能活得比在外面还快活，因为就算是那些魔兽也没你这般小心。小医仙撇嘴道：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摸了摸鼻子，萧炎含笑道。恨恨地剐了一眼这脸皮厚到极点的家伙，小医仙走向石桌，目光投向打开的食盒内，微微一愣，旋即俏脸欣喜地伸出玉手，从中取出了一卷彩色的古朴卷轴。这是什么？好奇地凑过头来，萧炎问道。一本记载如何配置毒药的毒经。小医仙将彩色卷轴翻过来，笑盈盈地道：毒经？惊诧地挑了挑眉。萧炎从小医仙手中将卷轴取过，来回地翻看了一下，望着七彩卷轴侧面所写的几个小字，惊异道：七彩毒经，竟然还真有这种专门配置毒药的东西。难道留下这些东西的人也是一位医师不成？在斗气大陆，一般只有医师才会弄一些毒药来防身，而大陆上一般称这种人为毒师，不过毒师的地位比起炼药师来却是要差上许多。或许吧，这东西你可不能和我抢，因为天生属性的缘故，我不能成为炼药师，所以也只得依靠这些东西了。说到此处，小医仙俏脸上浮现一缕黯然，显然他心中最希望的是成为一名炼药师，而非一名让人又厌又惧的毒师。望着黯然的小医仙，萧炎笑了笑，将七彩卷轴递回去，笑道：这东西固然不错，不过想要精通可得花费不少精力，光是练斗气就已经让我精疲力竭，我可不会傻着再去沾这些东西，贪多可嚼不烂。谢谢。听着萧炎这般说，小医仙心中松了一口气，冲着前者感激地点了点头。你手上的东西应该可以收起来了吧？我这人虽然算不得什么正人君子，不过至少现在和你是同伴关系，独吞这种事我做不出来。望着将七彩卷轴收起的小医仙，萧炎微微一笑，忽然淡淡道。俏脸微微一愣，旋即浮现一抹尴尬。小医仙玉手摊开，一袋小小的绿色粉末正被握在其中。我被萧炎逮了个正着，小医仙俏脸微红，吞吞吐吐的说不出话来。算了，你毕竟是个女子，
和我单独来寻宝，弄点防备，倒也没什么。耸了耸肩，萧炎倒是无所谓的笑道：“谢谢。”再次感激的道了一声谢，小医仙赶忙把手中的绿色粉末收了起来，摸了摸脸庞，萧炎再次将目光投向第二个食盒，将钥匙插进，然后慢慢的探索着。你那绿色药粉有什么用？手中的钥匙缓缓地探身着，萧炎随口问道。这是用醉龙草与其他几种具有催眠效果的药草混合而成的，只要被吸入了体内，便能让的人沉睡半天时间。不过这些药粉都只是简单的毒药，只要实力稍强点的人都能用斗气把毒性压制，甚至逼出体内。小医仙有些不好意思的道：“还好不是什么致命的毒药，算你没心狠到那地步。”萧炎撇了撇嘴，手中动作微微一顿，咧嘴一笑，开了。随着萧炎的音落，那紧闭的食盒便是缓缓地张合而开。在石室内月光石的照射下，食盒内部的东西在萧炎与小医仙的注视下被一览无遗。又是卷轴，望着那被摆放在盒子之内的一卷黑色卷轴，萧炎眉间顿时一挑，伸出手来将黑色卷轴从盒子中取出。萧炎细细地翻看了一下，最后目光停留在了卷轴侧面的小字之上，玄阶高级飞行斗技阴之翼。飞行斗技，嘴中喃喃着这听上去有些陌生的词语。萧炎眼瞳缓缓睁大，惊愕地失声道：“竟然是最罕见的飞行斗技！飞行斗技，什么东西啊？”同样是第一次听见这名字，小医仙顿时疑惑地眨了眨眼。他听说过攻击、防御斗技、身法斗技等等，可却是头一次听见飞行斗技。顾名思义，这斗技能够让人在天空飞行。惊叹地咂了咂嘴，萧炎解释道：“飞行，那不是至少是需要斗灵强者才能勉强具备的天赋吗？”闻言，小医仙先是一惊，旋即满脸迷惑。在斗气大陆上，想要离地飞行，只有斗灵以上的强者才有可能进行短距离的飞行，在实力到达斗王或者斗皇之后，便能用外放的斗气在背后凝聚成能量双翼，从而使得他们能够离开大地的束缚，冲飞云霄。而这所谓的飞行斗技，便是一种颇为诡异的秘法。这种秘法能够让的修炼之人在背后的脉络中延伸出两条小小的支脉，只要这两条支脉延伸而出，那么就算其本人实力达不到斗王级别，也能够凝化出双翼，继而破空飞行。飞行是足以让很多人怦然心动的诱惑，为了追逐这个诱惑，很多强者前仆后继地对着那高不可攀的斗王级别努力冲击着。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能够走捷径的飞行斗技，其珍贵程度自然不低。握着手中这卷有些沉重的黑色卷轴，萧炎缓缓地吐了一口气，强行将心中的喜悦压迫而下，对着小医仙扬了扬手：“我知道，这归你是吧？”瞧着萧炎的举动，小医仙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当下无奈地点了点头：“嘿嘿，各持所需。”咧嘴笑了笑，今天夜里的收获几乎让萧炎脸都笑烂了。还有最后一个，赶紧吧，弄完我们就回去。目光移向最后一个食盒，小医仙催促道：“有了前两次的收获，萧炎浑身充满着活力，握着最后一枚未曾动用的钥匙，准备开启仅余的食盒。空荡的食室再次平静，萧炎微微弯下身子，刚欲开盒，忽然身体一僵，旋即迅速转过身，望着石门处，脸色骤然变得阴沉。有人来了？什么？闻言，小医仙同样是一惊，旋即摇头道：“不可能，这里就我们两人知道，我不会听错，来的人数还不少。”萧炎脸色难看地盯着小医仙，目光中寒芒闪过：“你怀疑是我叫来的？”瞧着萧炎的表情，小医仙俏脸顿时一怒：“我若要害你，你早死好几次了。”望着小医仙那不似作假的愤怒，萧炎眉头紧皱，迅速转过身，手中钥匙不断地对着锁孔伸去，可在心情紧张的情况下，却始终插不进去。妈的！愤然地骂了一声，萧炎双掌抱着食盒，想要将之抱起，却是发现食盒竟然是被粘在石台之上。操！脸色铁青的再次骂了一声，萧炎缓缓地吐了一口气，阴冷的道：“
他们进来了。听着萧炎的话，小医仙急忙将目光投向石门处，果然是听见脚步声越来越响亮。呵呵，小医仙，多谢你们带路了，看来我得到的这消息果然不假呀。十几道人影缓缓地从门外的黑暗中行进，熟悉的淡淡笑声在石室内得意地响了起来。茉莉，听着这声音，小医仙顿时银牙紧咬。